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王刚。最近我有一个粉丝给我发私信提了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提的特别好。他说他有一个朋友是做厨师的，他这个厨师朋友呢，他做菜有的时候有的菜也放鸡精味精，有的菜也不放，但都很好吃。然后呢，他说这个量他控制的特别好，然后发私信让我跟他做一期科普，分享一下如何使用鸡精味精，然后这个鸡精味精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。下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，作为厨师的角度，我个人的调味方法，跟大家分享鸡精、味精它们的一些区别。味精的主要成分就是谷氨酸钠，就是它鲜味的主要来源。所以味精最主要的作用就是提鲜，在我们中餐、西餐还有餐厅、家里面都是比较广泛的使用。后来商家开始售卖这个鸡精，其实说白了，这个其中的成分主要是味精加上糖、核苷酸等成分，然后做出鸡肉口味的同时也增加了鲜味。有的厂商也会加入鸡肉的提取物。总之，它和味精最大的区别就是它多了鸡肉的香味，可以当成是这个增强版的味精。然后我们来说一下鸡粉和它的制作成分和鸡精有什么不同。然后鸡精它其实就是颗粒状的，我们把它放大来看，它就是一颗一颗像那个糖一样。然后鸡粉呢，它是粉末状的，它这个里面含有更多的鲜味成分，口感也比较丰富，它的鲜味更淡，但是它的香味会更浓。一般呢，只使用在汤里面调味来增香，它一般不用来炒菜，因为炒菜的时候我们放在锅里面，鸡粉的话它不是那么容易跟菜两个之间一下子就化开，它很容易起一坨一坨的。然后这个鸡粉跟鸡精相比较起来，鸡粉更容易回潮，所以我们的鸡粉一般都是装在罐子里面，而鸡精就没有那么容易回潮。然后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鸡汁，我们这个鸡汁的话，其实它就是液体版的鸡粉，它的用法呢和鸡精、鸡粉也差不多。虽然这些调料被广泛使用，但是我们还有很多粉丝会经常在评论区、在弹幕发出来说加了鸡精或者味精吃了之后对身体有伤害。你能够买到所有正牌的有品牌的调料，都是经过我们国家严格的检验，它必须符合相应的标准才能够拿到市场上面来卖来流通。虽然鸡精、味精这类调料它是安全的，但是呢，如果你滥用它们，也会导致这个盐的含量超标。然后下面我来跟大家分享，我作为厨师的角度，如何去使用鸡精、味精，使用它的目的是什么。然后这里我跟大家分享，其实用它们只是为了增加这个菜的鲜度、香度。我们应该根据食材的鲜味和腥味来决定鸡精、味精的使用量，减少或者不放或者增加。在我们使用到鸡精、味精的同时，我们也要减少盐的用量。下面我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技巧，大家可能在很久以前看过我们分享过酸辣包菜呀、糖醋味的这一类的菜，不会去放鸡精、味精，因为这个鸡精、味精它的一个酸性的环境，它在这个菜里面的溶解度很低，哪怕就是说你放很多下去，你吃不到它的鲜味。比如说酸辣大白菜呀，酸味的食物它就不需要加，而甜味的菜品如果是去加味精或者是怎么样，你会感觉这个味道很怪，又甜又鲜，会非常奇怪。然后第二种情况，我再跟大家分享，有的食材它自带鲜味，所以你根本就没有必要去加这个鸡精、味精。比如说海带，它本身就有一个鲜味，海鲜对吧？有的海鲜它本身就有鲜味，不需要你去再添加。还有香菇、菌类，它也不需要添加，因为你加了之后，你反而鸡精、味精的这个鲜味会压住它原有的香味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必要的。然后我跟大家分享第三种情况，就是食材没有鲜味和腥味，其实也可以放一点点，也可以不放。比如说蔬菜其实本身没有鲜味的，如果你要想加一点鲜味，可以不用放鸡精、味精，你就加一点香菇就可以了。下面我们来说一下我们的第四种情况，草鱼、白莲、花莲这一类的食材的腥味本身就比较重，我们就可以适当的加鸡精、味精来压住它的腥味。当然我们加鸡精、味精的同时，盐的量你最少要减少30%的用盐量，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面去加鸡精、味精。还有第五种情况，猪的内脏、牛的内脏、羊的内脏，这些东西它本身自带一点点腥味，如果你做菜做这一类的菜不加辣椒，那你肯定要加一点鸡精、味精去略微的去压一下它的腥味，其实这也是可以的。
然后我们还有一个需要额外注意的一些事项，比如说我们炒菜的时候，鸡精、味精应该是在出锅前几秒钟的时候放下去，把它炒均匀就可以了。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放的时候尽量往菜的中间放，不要把鸡精、味精往锅的边上去放，因为锅边的温度比较高，你一放上去它就有可能会焦化、会糊化。焦化、糊化了之后，其实就失去了它所有的香味。最后一点再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在你买鸡粉或者鸡精的时候，它的配料表下面会给你写清楚，它这个机器有生产过其他的一些东西。如果你对有一些东西过敏的话，那你就要注意来使用了。好了，说了这么多，我的这些知识就分享到这里。以后大家有对调料这一块有什么想要我跟大家分享的，可以在私信或者弹幕里面或者评论区告诉我，以后我会继续分享这些小知识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，拜拜。